这玩意儿是在一台2冲程双速摩托车上的磁电机，是一个独立的发电机，由发动机驱动，产生高压脉冲为火花塞供电。整个过程无需车载电池，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飞机发动机仍在使用磁电机的原因。即便电气系统出现故障，它也能让发动机持续运转。这台磁电机通过链条和这个齿轮直接由发动机驱动，齿轮则安装在磁电机的锥形心轴上。想必你在这里就能看出问题，固定齿轮的螺栓不知何时松动了，把心轴的锥面彻底磨损，导致传动齿轮无法正常贴合。这玩意儿是1929年的，已经没法买新的了，就算是二手货也堪称凤毛麟角，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修复这个零件。但这个锥面的余量已经不足以有效修复，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制作整个黄铜部件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必须精准测出这个锥度。把这个传动齿轮装上车床，用百分表测量锥度。先把小刀架转到预估的锥度角度，然后沿锥面的整个长度扫动，调整小刀架角度，让百分表在整个锥面长度上的读数基本一致。由于内锥面粗糙，操作有些难度。经过测算，角度大约为6度。不过为了最终零件的精度，还不能仅凭这个测量数据，先用废料先车削一个测试锥度才好。貌似车的有点太小了，用来有检查齿轮和测试锥度的接触点，不断调整小刀架的角度，直到获得满意的配合度。效果看起来很不错，那就开始加工主体零件吧。眼前这块黄铜材料从尺寸来看，大部分料最终都会变成垃圾，所以不如尝试用套料加工工艺，这样能省下原本被浪费的材料。按理说应该打磨个专用的套料刀具，但很好奇用这个孔具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。原理是用孔具钻深孔，保留中心料芯，再将外圈料切下留存，中心部分用于车削加工。这个孔具是单刃切削刀具，一侧有硬质合金刀头，现在能听到摩擦的声音，所以用异丙醇做润滑剂。虽然噪音很大，但确实在切削，不如拭目以待吧。意外还是发生了，你们能看到孔具的锯齿断了，这是个低级错误，本该预料到的。不过别担心，换一把多齿孔具再试一次。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。接下来只需切下外圈部分即可。这一大块黄铜原本会变成碎屑，现在能留作其他项目使用了。鉴于这是唯一一块这个尺寸的黄铜坯料，必须尽量避免失误，因此提前用建模软件绘制了零件模型。乍看之下，零件结构简单，但有几个关键尺寸必须精准，否则无法使用。这里有一个直径35毫米的法兰，高出平面0.5毫米，心轴的第一个直径为17.4毫米，用于安装电刷组件。接下来的直径必须精准为15毫米，用于过营配合轴承。当然还有之前测的6度锥面，用于安装传动齿轮。最后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M9 工质螺纹，通常只用 M8 和 M10， 这点还挺有意思。此外还有一个10毫米的孔，用于线圈导线穿过，以及固定用的螺栓孔。零件背面还有2毫米的凹槽，用于定位在磁电机壳体上。这就是最终的工程图纸。现在开始车削零件，首先将零件加工至规定长度，总长约55毫米，心轴部分约50毫米。接着将整个心轴车至最大段的大径，再将下一段车削至精准的15毫米。这个尺寸至关重要，因为要安装过营轴承。随后将零件大径车至52毫米，内侧法兰加工为35毫米，再粗车锥面和螺纹段。
现在开始车削锥面，将小刀架转到6度，安装汤刀杆。选用这款汤刀是因为行程更长，但这意味着车床必须反转运行。配合效果堪称完美。接下来加工零件末端的螺纹，先车削退刀槽，对端部倒角，方便摆牙切削。然后对零件进行最终抛光。目前的成品效果很让人满意。之后换到铣床加工孔位，将零件装夹在平口钳中，按照图纸在竖显装置中设置孔位坐标。先用中心钻定位，再钻固定螺栓孔。由于要避开心轴，必须使用加长型中心钻。随后用4毫米钻头钻孔，确保切下零件后孔能完全贯通。再用6.4毫米钻头豁孔，这是手头最匹配这些古董螺丝的尺寸。其余3个孔位重复此操作。接下来钻10.2毫米的导线孔，用于线圈导线连接电刷。这个操作难度更大，因为孔径较大，且需要穿过法兰，容易导致钻头偏斜。接下来状况百出，导向孔加工顺利，但后续却出了问题。第一个失误是从4毫米钻头直接换用10.2毫米钻头，没有中间过渡，然后就发生了意外。想必你已经猜到了，这就是不用黄铜专用钻头的后果。但工作还要继续推进，换回小直径钻头，最终勉强完成加工。由于空间不足，无法使用倒角刀，只能用大钻头对孔口倒角。目前进度还行，很庆幸这个零件还能用。现在只需切下零件，加工另一面即可。我们回到车床。现在零件加工完成了，但工作还没结束，还要在零件末端加工螺纹，用于固定之前的传动齿轮。简而言之，这里还需要制作个螺母和电圈，才能重新组装磁电机，让摩托车恢复运行。所有加工工作完成，理论上只剩组装环节，但遗憾的是，故事再次急转直下。就在准备组装时，意外又发生了。从拆解前的照片可以看到，零件底部10毫米的孔中伸出一根细导线，这是产生火花的线圈末端，穿过零件的孔，经过通道，置于铜环下方，与电刷形成回路。也就是说，导线断了，但实在不清楚是怎么断的，或许是放在袋子里磕碰导致的。现在看当初这么存放，实在没想到。当下关键问题是如何修复。希望只是剥去部分绝缘层，焊接一段新导线就行，但不知道能不能行呢？不过最终还是焊接了新导线，看上去还不错吧。但要验证是否有效，还是要重新组装磁电机，装回摩托车。这是带有永磁体的壳体，这是装入我们制作零件后的样子。另一面是断电器，之前的传动齿轮现已与发动机连接，所有部件组装完毕，准备进行跳火测试。效果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摩托车能不能启动呢？大功告成，这个项目有起有落。能有幸修复这样的老汽车，为它能继续上路行驶尽一份绵薄之力，真是倍感荣幸。如果你们想看到更多此类内容，欢迎留言评论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